基隆月是入门级的多肉品种，比较好维护保养，易成老庄，同时又有多肉捕获中的战斗机之称，相信无论哪位肉友都能将它们给养活。基隆月原产于墨西哥，为中小型多肉品种，叶片呈长匙形，前端尖三角状，但没有明显的叶尖，整株带有少量白霜，平常叶色为褐绿色，在光照充足且有一定温差的环境下，则会变成朱红色或褐红色，正因为它会变色，又被称作小变色龙。因此我们就可以利用它的叶片中间多种色调，并根据养护方法的不同，这样一个花盆中就可以开出彩虹般的绚烂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正因为它的简单好养，一出状态就有很多人养，基隆月就成为多肉植物中的推动者。那么既然很多人养基隆月，想必大家也在养护过程中遇到过问题。接下来花花就列举几个典型的养护问题，供大家参考。一、基隆月掉叶子缘由。第一，基隆月叶子干瘪可能与缺乏光照有关，一定要补足光照。如果一直将基隆月养护在阴凉的室内，长时间不接受光照，叶片会逐渐干瘪脱落。所以要及时将花盆摆放在有散光照射的地方，逐渐增加光照的时间，植株会慢慢恢复。第二，适当增温。基隆月叶子干瘪，也可能是因为环境温度过低。基隆月植株是非常不耐寒的，它更喜欢在温暖的环境中生长。在环境温度过低的冬季要适当增温，以免叶片冻伤干瘪。建议将基隆月养护在温暖的室内，以便于植株顺利越冬。第三，防治病虫害。基隆月叶子干瘪还可能是病虫害所致，出现病虫害的叶片会逐渐干瘪掉落，甚至可能导致植株枯萎。一旦出现这种情况，就要及时喷洒相应的药物，尽快消除病虫害。如果是虫害，还要及时剪除烧毁受害的叶片，以免影响健康的叶片。第四，基隆月掉叶子，普通情况都是浇水过量而致。由于在室内养草木，大伙最喜好做的就是浇水，可是基隆月多肉草木比较耐旱，因此就会轻易出现浇水过量的情况。而一旦浇水过量，形成盆内积水，植株根部很容易腐烂，后果呈现掉叶子的症状。这里需要立刻终止浇水，而且多松土，增强透风，晒晒太阳，让水分急速蒸发。假如根已经烂了，还需脱盆剪烂根，然后换新盆土重新栽种。另外，路养的基隆月无需担心通风，如果是室内养护的基隆月，一定要保证通风，可以及时蒸发过多的水分，预防病虫害。二、烂根处理与叶叉繁殖。养护基隆月的时候，如果浇水过多，就很容易造成烂根的情况。当基隆月的叶片出现干瘪变软等情况的时候，很有可能就是烂根了。这时候要将基隆月脱盆，如果烂根不严重，那么将烂根用刀片切掉就可以了。一定要将所有腐烂的部位清理干净，否则还会出现烂根。然后放在多菌灵溶液中浸泡2个小时，再放在通风的地方晾干伤口，注意一定不要放在有阳光直射的地方，那样会使基隆月直接脱水死亡。等伤口晾干了之后，就可以重新栽种了。如果基隆月所有的根系都腐烂了，而且已经蔓延到茎秆部位了，那么简单的修剪已经没有用了，只能通过叶叉、枝叉、播种等方式重新繁殖了。这里花花就讲讲叶叉的注意事项。首先，在土壤方面，一般使用河沙或是质石等大颗粒的土壤，这样更利于土壤疏松透气。其次，需要选择合适的母株，然后将叶片掰下来。在掰多肉叶片的时候，需要注意的是，一定要快准狠，千万不要犹豫，这样快速的掰下叶片，可以更好的保护多肉，减少多肉的伤口面积，大大的增加基隆月的成活率。掰下叶片之后，要将叶片放在通风处晾一会，然后再进行叶片繁殖。等到叶片在阴凉通风的环境里面晾干之后，就要开始将基隆月的叶子扦插了。这里其实不用将叶子插到土壤里面，只要将叶片平放或者斜放在土壤表面就可以了。叶子放好之后，咱们也可以在叶子上面撒一点水，然后将叶子放在阴凉通风的环境里。基隆月扦插好了之后，首先可以将基隆月放在阴凉通风的环境里面，缓苗3至5天之后，再将扦插好的基隆月放在光照比较充足的环境里面养护。
最好放在家里面的阳台上，那里光照充足且均匀，这样能让株形和花色更加匀称美观，而且还不会导致鸡笼叶徒长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要是长出小芽来了，就可以适当浇点水，但是小苗比较虚弱，花友们先别急着施肥，如果这时候施肥，不光不会给花补充养分，反而还会导致鸡笼叶烧根。3. 悬崖老桩养护。鸡笼叶最后都会变成悬崖桩，如果想要时间快一些，就可以适当的让鸡笼叶徒长一些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徒长不是把它们放到阴凉处使劲浇水就可以，这种操作方法很有可能连养活都难。正确的做法就是在生长季节、温度、光照都正常的情况下，保持土壤湿润就可以，这样很容易就能出现悬崖桩。除此之外，鸡笼叶的叶量非常丰富，可以经常撸掉底部的叶片，头部的重量就会让茎秆慢慢下垂。也有花友会把花盆倾斜养护一段时间，或者用重物轻轻的牵引一下也是可以的。总结，越是简单的东西，越容易掉以轻心，所以在养护鸡笼叶过程中，千万不要疏忽大意。结合以上几点问题的处理方法，相信大家也会养出一大盆变色龙出来。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分享的内容如果有错误和疏漏，还请批评指摘。如果你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给更多人看到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。下期见。